你觉得你是一个社交很厉害的人吗？比如说一到剧组就会跟大家自来熟，哎呀，好久不见，就那种 style。你觉得你是那种人吗？我觉得吧，我现在好像能就是放开一点了，就以前可能会有些社恐吧，就社恐算不上吧，反正就是害羞，对，可能会有些害羞，但现在会放开些，那现在会比较开朗一点，对。但是我从你的笑容上能感受到，其实你是一个很真挚的人，特别好。稀客来了，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青年演员，让我们来欢迎常华森，欢迎你。Hello， 大家好，欢迎华森。华森，那你跟我们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好吗？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常华森。一句话，真的够短。你的座右铭是什么？座右铭，我之前在初中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座右铭，不过也记到现在，就是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哎，说的真好，我觉得跟你性格特别像。你第一次给我的感觉，我见你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乖，就是那种邻家男孩的感觉，特别乖巧。是我。那真的是你，真实的你，对不对？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准备了很多的问题，你喜欢温柔一点还是麻辣一点的专访？温柔一点吧。什么口味的？温柔一点的专访吧。对，乖男麻辣的我可能接不住。乖男一般都比较喜欢那种温柔一点的，对不对？OK， 那今天我就温柔一点。好的，那我特别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啊？你是从小就喜欢当演员吗？没有，我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偶然的机会吧，才进入这个行业的。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我之前是在那个网上发一些短视频啊，然后直接就被人看到了，看到了之后就有了。觉得你很有天赋。天赋我不敢说有吧，反正就是来了有些来北京试戏的机会，慢慢的就去演戏了。OK， 那你觉得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个贵人是谁？谁带你入这个行业？贵人，你可以好好想一想。我觉得我生命中的贵人挺多的，就是从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到最后遇到我们老板签我们公司，然后都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在帮我，所有人都在帮我，就不管是经纪啊，还是 casting 的辅导演，就是都在帮我。我觉得对，所以你觉得自己是挺幸运，很 lucky。对，我是觉得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这么多好的人，而且每个人不管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但是都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因为人家都说一个人想要成长，从身边开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对，所以说每个人都是你的贵人。我觉得华森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因为他特别懂得感恩，觉得身边的每个人都很好。那在这里我还想问一下，你的名字是你的艺名还是你的本名？就是我的本名，常华森。常华森啊，就是你的本名。对，身份证上就这个名字。对，从小到大就是叫这一个名。Are you sure？ 是的。哇，那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华森，这我不知道，也是爸妈起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当时有问我爸妈，为什么要给我取这个名字？我就问过我爸妈。因为我的名字就不是我现在的艺名，不是身份证的名字我就老问我爸妈为什么给我取这么一个翠花的名字，但我不叫翠花，类似翠花的名字。对，那你的名字呢？有觉得是什么寓意吗？可能是觉得我命里缺木吧。仨木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命里的木比较多啊，就是根据这个五行来取的，是不是？我猜的。You guess， 你猜的。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其实挺喜欢挺多运动的，像是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也会一点，反正就各种运动都会玩，都比较喜欢。那平时跟大家一起拍戏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起这个运动吗？会啊，就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有可能就有几天是休息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凑个局去打球。你觉得你是一个社交很厉害的人吗？比如说一到剧组就会跟大家自来熟，哎呀，好久不见，就那种 style。你觉得你是那种人吗？我觉得吧，我现在好像能就是放开一点了，就以前可能会有些社恐吧，就社恐算不上吧，反正就是害羞，对，可能会有些害羞，但现在会放开些，现在会比较开朗一点，对。但是我从你的笑容上能感受到，其实你是一个很真挚的人，特别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型的？
就是男生是慢热吧，慢热型的。对，可能就跟我不太熟的时候，我就可能稍微高冷一些。你是什么星座？我是处女座。处女座这个星座很挑剔哦。对，但是我觉得我有点不像。为什么？那你觉得你像什么星座？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些处女座的有一些特征我没有，比较挑剔。对，像是什么强迫症啊什么什么我都没有。那我不是处女座，但是我有强迫症。说明我是不是有点处女座的倾向？原来是这样子。那你平时对星座研究的多吗？会去了解一点点，会去，就我没有那个深入的研究。它会影响你吗？比如说看了一个什么，会觉得它今天会影响我的心情吗？那倒不会。我要是看到那些，说我运势不好，我就说，你说的不准。如果说的运势好，不错。就自我安慰型的。对。对。那你入行以来，你觉得自己现在够火吗？不够。籍籍不明，就还好，就慢慢来嘛。然后也是，我觉得还是要就磨练自己的演技，然后一步的不停的锻炼。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还不够火？那如果再坚持10年，还没有超越，就是你自己所想要的达到的那个高度，那你还会坚持吗？10年。10年，如果再给你10年的时间，我还10年太久了。如果说3、5年、5年，对，那如果说5年呢？ 5年的话，我觉得我是有信心可以坚持下去的。但10年的话，我确实是说不准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对。所以如果5年你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人生高度，你会继续在这个行业里去探索。但如果10年还没有的话，你就不太敢确定。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判断，可能会有一点摇摆不定。对，有一些其他判断。对。OK， 那是什么样让你一直在保持做艺人的这个初心？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念或者信条？我是觉得做演员很好玩，所以我就会坚持去探索，对，花时间花功夫去研究它，或者去花心思在上面。演员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觉得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行业，因为你得扮演人生当中不同的角色，因为每一部作品都代表了这个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各式各样的一个角色。对，你觉得自己有天赋吗？我觉得我不敢说。不是，你可以说，你可以敢说。你可以真实的回答，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天赋吗？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有的人，也有一点吧，应该。有一点天赋了。别人家同意你说真话了吗？人家觉得也认同你的观点。对，他心里在想，你知道就好，没天赋你就多学。小孩子。那在你的生命当中，自从你做了演员之后，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做人最先就是人品好吗？人品好，人品善良真诚是很重要的。OK， 那什么样的人现在在你生命当中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家人比较重要。家人比较重要，父母。OK， 所以特别孝顺，特别 nice。那你的爸妈或者是你家人支持你来从事这个行业吗？支持，非常支持。对。你爸妈是做什么行业的？我爸妈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就在家。OK，但是他们会觉得这个行业你喜欢就好了，所以非常支持你，对不对？对。我觉得这样的父母真的很好那你像很多演员家庭，就是孩子去做，其实父母是不赞同的。对，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行业很辛苦很累，对不对？所以你爸妈还是非常好的。你们之间会有代沟吗？代沟？跟爸妈的代沟吗？对。可能叛逆的时候觉得会有吧，现在觉得已经过了那个期了。对。可能初中高中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别烦我。现在不会了。是，现在成熟了，成长了。对。那其实在这个艺人的道路上会经历很多很多的坎坷和你要一路披荆斩棘走向人生巅峰，其实会遇到很多比如说网络暴力的问题。那针对这个网络暴力你怎么看待？我觉得网络暴力是首先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网上的一些负面评论，他们成为不了影响你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方面是，我也希望就是人都能就是网络就发表言论的人是可以谨慎发言，就是理性一些，并且我觉得能做到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经历过别人的苦，所以你不用去随便去评价别人，因为你并没有经历过别人的人生。那当你处于别人人生的时候，那说不定你也会做什么，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换位思考，对，不要轻易去评价每个人的人生，对不对？OK， 那在拍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特别有趣的。拍戏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就是让你笑，比如说笑得停不下来那种。对，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是跟搭戏的演员嘛，然后就经常闹着玩，很无聊，就等待时间有点长的时候就开始互相打架。怎么打？就是捶肩膀。你捶我一下，我捶你一下。就是站着冷不丁的砰给你一拳。贼疼，就趴地上起不来那种。对，我能想象。天哪，这真的在现场真的太多好玩了，太粗鲁了。还有我们举办过，象山菜鸡互啄大赛，就是玩游戏。这是个什么大赛？就是玩游戏。就是单挑看谁比谁更厉害，谁比谁更惨。你有赢过吗？我赢了，我是第一届、第二届的冠军。哎呦，每次都赢，这个厉害，这个点赞。第三届好像是亚军。哎呦喂，这个挺厉害的，这个厉害。赢了之后感觉怎么样？赢了之后也就那样吧。觉得我就10拿9稳，冠军就是我的，对吧？很有自信。我玩游戏没那么厉害，但是我吹的厉害。特别好。那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想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哪种类型？什么样的工作？我还要选。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继续 act 去做演员。哦，真的是特别的专一啊，特别专一。当然。那生活当中，对于工作你这么专一，对于感情你也是这样吗？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我喜欢。我替粉丝问的啊，我觉得粉丝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女生？对。我也不知道，我感觉还是看相处吧，合得来的那种。对，那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接下来的近期的工作安排吗？近期就准备角色，然后去拍戏。去哪里？就是哪个点？横店啊，可能去横店。是古装对吗？对。OK， 我现在能够想象你穿上古装的样子，一定是非常的英俊潇洒。谢谢。不能太再形容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儿太传统了。OK，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你的剧照。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很特别，因为是今天咱俩一起来拜访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刚才呢，我们也品鉴了斯里兰卡的美食，跟大使呢也进行了很多的对话。那你觉得大使先生给你是一个怎样的印象呢？我本以为会很严肃，但是大使还是挺和蔼可亲的感觉。对，是吧？那今天真实的走进了，今天是你第一次走进各国的驻华大使馆，这是第一次斯里兰卡，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大使馆以后，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温馨，很温馨，对不对？并且充满了斯里兰卡当地的那个民族特色。对，有很多装饰品啊，都是感觉像是当地的这些传统节日的花呀之类的。有没有感觉今天很享受，是一种很特别的一次旅行？对，很特别的一次旅行，也吃了斯里兰卡的美食，还有红茶。所以说你看，像现在特殊原因，我们出不去国外，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使馆，亲自感受一下那个国家印度洋上这样一颗闪亮的明珠，他们的特色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不对？对。今天我们是真的是真正的来了一次斯里兰卡。当然，那接下来就是看到了斯里兰卡这么多的文化，感受到了斯里兰卡这么多的美食，还品鉴了斯里兰卡的红茶。你觉得斯里兰卡的红茶跟咱们中国的茶有什么不同？我第一次知道就是西兰红茶，它是需要就冲一杯，接着就需要换茶叶的。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因为我家里我爸妈泡茶的时候就是一杯加热水。我也是，其实我也是这么庸俗的一个人。对，学到了新的知识。对，今天我也是学到了，非常好，特别好。所以这一次是我们共同的一次难忘的旅行，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2个话题，来进行快问，你可以选择 A 或 B。OK， 美女与野兽。野兽。白天与黑啊。白天。青春和阅历。阅历。咖喱鸡翅和烤鸭。啥呀？咖喱鸡翅和烤鸭。咖喱鸡翅。西方和东方。东方。北京烤鸭，四川火锅。都想要咋办？
挺贪心的，不要选一个呢。北京烤鸭。北京烤鸭 ，Why？ 因为在北京嘛，可能正宗一些。然后去四川的话，就是四川火锅了。你这是叫入乡随俗啊，真的是入乡随俗。脑门、发型，眼睛、眉毛。OK， 流行音乐与古典乐。流行。火锅和健身。周杰伦和陈奕迅。刘美熙和常华森。入乡随俗，真的入乡随俗了，真的入乡随俗了。比如说是哪个？反应。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常华森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到斯里兰卡做客，并且也录制了我们稀客来了的专访。好，那在这里最后还想跟我们的粉丝说点什么呢？好好拍戏，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尽快跟大家见面。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常华森，让我们在电视剧当中跟华森不见不散。谢谢，拜拜。